个毒妇，他都死了，你还让他不能安宁？停手啊，陆宁安，快住手！陆宁安，你这个毒妇，我让你别定了，你听见了没有？不行，儿啊！老夫人晕倒了，快回府！我为你守寡20年，你却假死在外逍遥快活，将这外室女子送到我名下教养，让她身为嫡长子，害我陆家满门呐！你们不配做人！谢子仁先为人臣，再为人子，望嫡母见谅。不得好死，我左贵也不会放过你们。你唯一的好处，霸占我娘的位置，搞出稳定的分别。小姐，奴婢觉得这一红一白2件衣裳，您穿都甚是好看。翠儿，怎么是你？我重生了。小姐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是不是将军今日回京，您高兴傻了？不过也是，自从您跟将军成亲以来，已经6年未见了。我叫陆宁安，前世我不顾谢府衰败，下嫁谢家。可嫁给谢云望当晚，尚未圆房，他便接到军令，出关征战。6年后，大军班师回朝，他却中箭身亡。我身子清白，原可改嫁，却甘心留下为他守节20载。哎，小姐，你做什么呢？是时候应该好好打扮一下了。好消息应该马上就来了。3、2、1。夫人不好了，将军身中毒箭，不幸遇害，侍臣已经派人送回府中了。什么？喜日良辰，最宜红裳。翠儿，备嫁衣，同我迎夫君回家。来，吃一个。还是我儿聪慧，想出了假死脱身这绝佳的法子。这国公府最重贤明，用贞洁之名留住陆宁安，他的嫁妆还有国公府的钱财，不都是我们的？夫人到。哎呦，宁安，我苦命的孩子！孩子，母亲！你这个毒妇，我儿心丧，你就起了另嫁的心思。母亲，
为了骗我，还真弄了个伤口。父亲，你死得好惨啊！父亲啊，你怎么就丢下我一个人？你好狠的心呐！你我虽为远房，可我到底是你的妻子。我让你不好好习武，我让你沉迷于酒色。这陆宁安一向端庄守礼，现在怎么跟泼妇一样？再这样下去，望儿没死都要被他锤死了。夫人，夫人，您伤心过度，不宜操劳，将军的后事就交给我来处理吧。放肆！我和夫君感情最深，后事怎能由他人代劳？夫君，夫君啊！这死人则会流血，脸还会变红，莫非？母亲怎么了？你这个毒妇！云望他刚死，你就这样对他？母亲，你冤枉我了。云望生前最爱颜面，说是带着血污下葬，必定魂魄不宁，所以我才想替他把这血痂擦掉。这死丫头今日实在不寻常，难道她已经知道云望假死了？不可能，此事从未走漏风声。母亲，这些年我没能给谢家延续香火，云望一死，我更是成了可夫的灾星。况且这些年我一直对您晨昏定省，恭敬侍奉您。母亲若是还不信我只好以死明志，臣贼不惧斥啊！宁安，不可呀，不可呀！只要你想要什么，母亲都答应你。母亲，那就请母亲昭告全京城，我陆宁安是清白之身，将来守贞再嫁，全凭自己做主。什么？你要改嫁？你这个毒妇！我儿尸骨未寒，你就要改嫁？你这是欺负我谢家没人了不成？前世谢云望宁肯假死偷生，也不肯与我和离。这谢老夫人还用名节逼我留下守寡，不想当安分赘婿，又想占尽我国公府好处，做梦！母亲，儿媳并未想改嫁，只是想求婆母一个恩典，让儿媳免受非议。说是让陆家知道母亲如此待我，他们必将感念于你。将来我留在谢府，他们也不会阻拦。立字当先，我不信他不语。他说的的确没错，也罢，就先应了，今后还有的是法子治他。好，我这就让人通传。多谢母亲恩典。传令下去，全府上下务必将我夫君的葬礼办得风风光光。都准备好了吗？放心吧，老夫人，这棺材是一早就让人定好的，保证将军在里边有呼吸。那就好，只要能瞒过陆宁安，这往后的日子就好过了。时辰到，取棺送将军。把棺材放下，这棺材有问题，这棺材有问题。这，宁安，你胡说什么呢？这棺材怎么会有问题？
母亲，儿媳早已说过，夫君是为国捐躯，必要风光大葬，一切支出均从我嫁妆里出。母亲实在不必为了心疼银子而用这么差的棺材呀！翠儿，带人把将军挪到我定做的红木棺材里。是。哎，宁安，母亲放心，这棺材可是全京城最贵的棺材，这红木厚实不说，整个棺椁用一根木头打成，夫君的尸首啊，放上1000年都不会腐坏，保证严丝合缝，一点空气都进不去。起棺。停！怎么了？棺材里有声音。宁安，你听错了，赶紧埋土吧，别误了吉时啊！这棺材谁定的？没定死。万一这蛇蚁鼠虫咬坏我夫君尸体怎么办？宁安啊，是他们疏忽了，这吉时已到，赶紧下葬吧。母亲，夫君暴毙，本就魂魄不宁，这下葬之事都要如此敷衍吗？母亲，假死的没挑日子，活埋还选起吉时，我呸！这么喜欢黄道吉日，下辈子投胎好好选吧。你们不定，我来定。翠儿，拿东西来。你要干什么？不行，你这个毒妇，他都死了，你还让他不能安宁？停手啊，陆宁安，快住手！陆宁安，你这个毒妇，我让你别定了，你听见了没有？不行，不，陆宁安，我跟你拼了！我让你住手，别定了，停下来，快停下来！儿啊！老夫人晕倒了，快回府！快点儿，快点儿，快点儿啊！我可怜的儿啊！我的儿，快起来！陆宁安那个毒妇，差点要了你的命啊！没事吧？想不到，他从前的端庄贤淑都是装的。听他今天的话，有改嫁的心思。这谢府都被掏空了，若没有陆家的帮衬，这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呀？不急，
儿子自有办法。先赶紧离开这儿。谢云望、谢子辰、林婉儿，还有我那佛口蛇心的婆母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夫人，您的嫁妆折算黄金总共433687两，另有宝石、玉器等，还得请专人鉴定才知。那请问先生，这些年从我账上出去补贴将军府的，一共多少？这明细实在模糊，总不少于20万两。20万两，小姐，这不算不知道，您嫁给谢家3年，竟有一半私产全都补贴了他。小姐，这将军府也太不要脸了，每天吃您的喝您的，居然还想骗您守寡。岂止是吃我的喝我的，上一世他们连我的血肉都啃食干净了。好了，过去的事情改变不了，我会让他们把吃进去的东西一点一点吐出来。账簿收好，回府。是。姑娘小心。誉王，誉王，多谢。他果然不记得我了。那不是将军府夫人吗？听说谢将军半路不测，这夫人年纪轻轻就要守寡，真是可惜。这倒是本王回京听的第一个好消息。夫人，您是正好，给我口饭吃吧。谢子辰，这一世你果然还是来了。二位受惊了，刚才这位小公子突然冲出来，我一时受惊才拉错了马绳。没事吧？没事，这位夫人，他不是什么公子，他只是一个日日在街上行乞的小乞丐。是吗？我刚才听你唤他晨儿，怎么，你们并不认识？前世我悉心教导20年，他依然劣根不改，还把母子分离怪在我头上。这一世我倒要看看，若有机会，他会怎么选。这里头有100两银子，若你们是母子，就当是我赠予你们的安家费。不管你们是买宅子还是买铺子，都能让你们好好生活。谢子辰，这一世，如果我给了你选择，你会不会跟前世不同？你会不会跟前世不同？夫人，您真的误会了，我跟他真的不认识。你说话呀！100两就想打发我？我家晨儿可是将军府血脉，是要继承爵位的。谢夫人好意，子辰无父无母，不敢为了银子欺瞒夫人。无父无母，既如此，那不如跟我回府做仆人。不能做仆人。哦，一个乞丐连饭都吃不上，为何不能做仆人？既这样，翠儿，
回府。等等，左右进了将军府，是做少爷还是仆人，不是他说了算。还请夫人将这孩子带回去吧。夫人，晨儿愿意伺候夫人。可惜我不愿意。这在外流浪的阿猫阿狗实在是不干净，带回去我将军府脏了门第。翠儿，回府。谢子辰，前世我视你如亲子，你却置我陆家满门于死地。这一世，我倒要看看，没了我，你还能不能平步青云？夫人回府。晨儿，快来拜见你母亲。晨儿，吃。哎，乖。宁安啊，这孩子我见过。哦，这孩子懂事儿，这找到府上就要找你磕头谢恩。我看这孩子孝顺，这云望死了，这谢府不能后继无人。我看呀，把他收养记在你的名下，作为嫡子。想用孩子拴住我留在将军府，重来一世，你们还是没想出新招。母亲真是心善，一个乞丐也配做将军府的嫡长子。不是要磕头吗？那就先磕3个，让我看看规不规矩。去。恶婆娘，都怪你让我娘入不了将军府，竟然还让我给你磕头，早晚我要让你跪在我娘面前道歉。慢着，这礼数行得不周全。翠儿，敲敲他。是。小公子，这头啊要磕得响亮。这孩子根本不是乞丐，指甲精心修剪过，手心半点茧也没有，身上的盖衣也是有人精心修剪过的。有人费尽心思把这孩子送进我将军府里，是有人栽赃我将军府拐卖儿童，还是有人把自己的私生子丢进将军府来养？母亲，您比我见多识广，您说呢？宁安，你多心了，这就是一孩子，一个来路不明的孩子，若是被有心人利用，足以害死谢家满门。若母亲执意如此，恕儿媳不能拿娘家一家人性命一起担保，只能自己离去。翠儿，把管家钥匙还回去。你爸，宁安，你说怎么做？既然母亲如此喜欢这孩子，那不如留在府里，改个名字，做个家丁吧。将来他父母来找，咱们也好说。这个陆宁安，居然给我们儿起了一个这么下贱的名字，还想让他做家丁伺候他。他仗着自己有几分家世，还
还真把我将军府当成他撒野的地方不成？云望，这可是你的亲骨肉呀，是谢家的独苗，你可不能让他如此被糟践，你一定要想想办法啊！守坟，云望已经下葬2日，现在让我去守坟，这规矩我倒是头一次听。宁安呐，不是婆母刻意为难你，实在是云望托梦给我，说你们夫妻一场，他想你呀。想来你也不会如此狠心吧？那儿媳去便是，不过母亲，儿媳昨夜也做了一个梦。云望说地下太冷，想让母亲一道陪他。他这是想咒我死啊！春桃，交代你的事情记住了吗？只有办好了，你才有机会入云望的房。老夫人放心，夫人将军情深义重，不忍将军孤苦，追随将军而去。哼！是谁？誉王殿下，臣妇见过誉王殿下。连自己夫君的长明灯都灭，夫人够狠的。不过也是，这假死之人的空衣冢，实在没必要点灯。夫人说呢？誉王殿下今日来此，不会只是为了嘲讽我吧？您究竟想说什么？本王前些日子得到了一个有趣的消息，有人买通了城内的说书先生，说明天唱一出好戏。将军夫人忠贞节烈，在王夫坟前随去。这一世，他们竟然不惜杀我，也要让谢子成进府。本王与夫人有一面之缘，就派人前去打听。本王可不想，活生生的夫人正走在送死的路上。一面之缘，他是说那日在酒楼。臣妇听说誉王殿下不是个爱多管闲事的人，今日你为何出手相助？若我说是为了你这个人，你信吗？王爷莫要说笑。夫人放心，本王不求你什么。本王只知心术不正者，断不能入朝为官，否则就是祸乱苍生。跟我合作，我当你靠山，如何？那就劳烦王爷先送我回府。老身拜见誉王殿下，不知誉王前来何事？宁安，你怎么可能？陆宁安不是应该已经死在云望坟前了吗？本王前去祭拜谢将军英魂，却不想碰见夫人，伤心欲绝，境遇自戕，特将夫人救下，送回将军府。我朝历来厚待烈士一双，还请将军府众人好生照料将军夫人，否则便是和我誉王府作对。
多谢誉王，跪下！敢问婆母，宁安为何要跪？好你个陆宁安，你还好意思问我？我儿刚出殡，你就勾搭外男，甚至同坐一辆车。若是我儿还在，他定会休了你。是吗？我求之不得。我朝律令，婆母和公公也可写下断亲书。若是母亲肯给，那我和将军府便再无瓜葛。你好大的胆子！我儿刚死，你就这么对我？你这不守妇道、不知廉耻、不忠不孝的妇人，就该拉出去进猪笼！好啊，既然母亲口口声声说要定我的罪，那不如请来谢氏族老和陆氏族老一同来评判。我正好也给大家说说，你们将军府是如何侵占儿媳妇嫁妆，又是如何阳奉阴违、蔑视皇家、猜疑誉王的。我什么时候藐视皇家、猜疑誉王了？我今天回来时不过与誉王同城，你就说我不守妇道，那不是蔑视皇家、猜疑誉王，是什么？婆母，设想我走，什么时候断亲书写好了，给我送来便是。若想将我进猪笼，什么时候祠堂开了，双方族老到了，来喊我一声便是。小姐，您猜的果然没错。昨日老夫人把自己关在屋子里，又砸又骂，最后还气晕了过去。翠儿，我记得阿狗入奴籍就在明日吧？给我取件华丽衣裳来，明日给我好好梳妆打扮，有一场大戏要唱。是，小姐。签字画押，你们以后就是我谢府的人。我们谢府一向宽仁待下。你们放心，我们将军府从不逼人为奴。若是你们不愿意，现在可以自行离开，但是在这儿，总比你们自己流浪要强。不过我提醒你们一句，一旦入了奴籍，这辈子就别做什么少爷小姐的梦，一辈子都会被烙上奴印。呀，狗剩，怎么不敢按啊？我帮你。将军回来了！将军回来了！这奴籍不许签！胡说！我夫君分明以为国捐躯，战死沙场。来人，将这冒充我夫君的贼人拿下！是。别打了！别打了！我真的是谢云望，夫人，我有信物为证。这个香囊还是你亲手所绣。冒充将军还敢偷夫人信物，攀灭夫人，把他给我往死里打！住手！他就是你的夫君，我儿谢云望。这孩子这么小，你就要逼他卖身为奴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别人怎么看我们将军府？将军死而复生，见着发妻第一面没有关心，倒是急着关心捡来了孩子的身份。母亲似乎也并不意外。我在战场上受了重伤，昏迷不醒，被人当成死了，进了棺材才醒过来。好在有一位好心的夫人路过，这才救下来。如此新鲜事倒是第一次听说。那按照将军说来，这位救命恩人就是我谢家的活菩萨，您的再生父母了。该死，
从前怎么没觉得他口齿如此流利？难不成是知道什么？将军生还应该大摆宴席，去国公府把我父兄请来吧，也请那救命恩人一道前来。是。慢着！何须劳烦岳父？夫人心善，随便给他个去处便是。林姑娘，民女拜见老夫人。民女什么赏赐也不要，只求留在将军府中，哪怕为奴为妾。这世上倒没有让救命恩人为奴的道理。林姑娘白日所言传出去，不是让人笑话吗？陆宁安，我就知道你们这些高门贵女最要体面。那夫人的意思是？夫人，你看，这是我新买的画本子，全京城都抢疯了。什么画本子？你这奴婢怎么这么不懂规矩？出去！等等，把这画本子念给将军听听，说不定将军会很感兴趣呢。赶紧说。是，这画本子上讲了，说是一位将军在战场上有了新欢，但是呢，他又贪慕夫人娘家的权势，于是便谎称自己死了，想让夫人在家里面守寡，还要把自己的外室子放到夫人名下养。夫君，你怎么了？那听说这画本子女主人公与我同姓啊？是啊，这事儿都已经传到王公贵族耳朵里，他们可都说了，若此事是真的，那这样的男人是绝对不能再入朝为官。你说这事已经传到宫里去了？已经传到宫里去了？这故事里的将军是假死，保不齐会让皇上以为他是想当逃兵，白使抚恤金，那这是欺君之罪啊！不过我相信夫君，以您这样的品德，是不会这样的。那是自然不可能。我此次回来是被好心人所救，改日我就去面圣，解释清楚。不是就好。对了，我看狗剩这孩子与夫君有6、7分相似，这绝对不是我的孩子。不是就好。我们将军府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横插一脚的。夫君，你还没告诉我他们是何人？这连婉儿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他路过棺材听到响声，便顺便把我救了出来。至于这孩子，将军，这孩子是婉儿的。是吗？那之前在街上遇到婉儿姑娘，为何咬死不认？莫非另有隐情？该死的陆宁安！刚才外头听说的故事，一定是他找人散布出去，为的不就是让我和婵儿不能入府吗？还请夫人见谅，实在是家里面穷得揭不开锅了，这才不得不给孩子找个好去处。民妇想要的不是钱，只想要成哥有个好处处。想让我知难而退，做梦！真是让人感动啊！既这样，不如让将军以身相许报恩，让林姑娘留在府里做个姨娘如何？此事当真？假的。哄将军呢。宁安，我就知道你是最善良贤惠的人。老夫人，人家好歹也为谢家绵延了子嗣，
他怎么能这么对我吗？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。你没听云望说，现在京城谣言四起，你呀，也只能暂避锋芒，从长计议了。记住，收起你的小心思，有将军府，才有指望。是夫人。这燕窝是我自己从私库拿钱买的，母亲，这是你的。这碗粥就是你给我准备的早餐，你这成心要欺负我！从前觉得母亲识货，愿意用好物养着，如今觉得您吃不来细糠，儿媳倒也不必勉强。你说什么？夫人，夫人，你不能逼老夫人！哼！陈儿，你个黑心肝的妇人，你连个孩子都不放过！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将军来得正好，夫人的否认！有眼无珠的东西！不会打我娘！还有你，府里的规矩学明白了吗？主子说话，轮不到一个下人来帮腔。陆宁安，你干什么？你好歹也是出身国公府的大家闺秀，竟然在大家面前出手伤人，传出去多让人笑话。笑话？这瓷碗乃是先祖皇帝赐予我外祖父，当初出嫁，总共也就给我这么一个，没成想被他给毁了。毁坏御赐之物乃是重罪，轻则打板子，重则抄家流放。什么？御赐之物？宁安呐，这陈儿只不过是个孩子，我可以原谅，不过谢家连个捡来的孩子都管不住，任由他糟蹋御赐之物，就不怕传出去满门受累吗？来人，把林姨娘带下去，狠狠打30手板。蝎子臣罚跪3日，只准送米汤。这下你可满意了？将军英明，翠儿，此事事关重大，你亲自把关，切别让人留下话语。是。谢云望，这还只是开始，你、谢家，还有这个孽种，都将为自己做出的一切付出代价。小姐，他们简直太过分了！每天吃着您的，穿着您的，还污蔑你，简直可恶！无妨。对了，吩咐你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？小姐放心，您的嫁妆呢，我早就运到裕王府了。至于您将军府名下的田产庄子，我通通卖了上交国库。放心吧，明天宫里一定会派人来取的。那就好，记得让百姓来将军府门口歌功颂德。好。谢云望，这次我可是送了你个大功德，但愿你能接得住。谢大将军深明大义，此乃吾辈楷模。都免礼。我谢父固然一向行事清明，忠君爱国，只是这请万民说，不知是何缘故啊？将军，您就别谦虚了。将军府掏空库房，补贴国库，整个汴京城都知道了。什么？站住！这些都是我的东西，不许你们拿走！哎，不能拿走！别，夫君！停！都给我停下！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啊？谁允许你们这么做的？是我允许的。陆宁安，你疯了不成？
赶紧让他们都回去，我们将军府的财物不捐了。母亲、夫君，此事已上报朝廷，若您现在反口，便是欺君之罪，当诛九族。您当真要反悔吗？圣旨到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将军府深明大义，特封谢大将军府老夫人为五品诰命，将军府夫人陆宁安为平安郡主亲子。谢陛下大恩，天加恩德，莫非夫君和母亲看不上？臣谢主隆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这就受不了了，等着吧！将军府从我身上算计走的一切，我都会让你们还回来。陆宁安，你这毒妇，你这么做是让我们将军府上下都喝西北风吗？林姨娘言重了，府中有朝廷俸禄，怎会落到那般境地？说的倒是轻巧，要是这一大家子都指望本将军的俸禄，那岂不是要活得精打细算，让人笑话？原来将军也知道，府中这些年靠的不是朝廷俸禄，那就请将军好好看看，谢府这些年花销从何而来。我可不看！陆宁安，你少在这油嘴滑舌，都是你干的好事，你当我死了不成？的确是我干的好事，要不是我，母亲这诰命夫人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得到。你说什么？既然母亲和夫君认为我管事不力，翠儿，这是库房钥匙和对牌，请老夫人接管。从今日起，将军府上下便与我无关。你给我回来！母亲，您就随他去吧，不就是管理将军府吗？我不信没了他，将军府还不能转了。你懂什么？这些年，将军府上上下下都由他娘家掌管，他不管，我们都喝西北风了。小姐，听说林婉儿那贱人跟老夫人自荐，把老夫人气得哭了晕，晕了哭，折腾了好几回呢。趁现在多哭几声也好，往后他们就哭不出来了。快去，把府里陆家送来的定神丸，快拿来给我服用。陆宁安说那药是他家的，特意全数捐给了朝廷。我看他这是自己藏起来了，不想给我们用。什么捐给了朝廷？他就是想害我死！这个毒妇，当初春桃没有害死他，真是可惜了。他拍空将军府家产，害夫君母亲烦心，死了岂不是便宜他了？我倒是有一个法子，能让陆宁安乖乖听话。说。老夫人，求你不要把我给卖了。上次小事你就办不好，你就是个废物。这次我给你个立功赎罪的机会。
出事了！少夫人房间里有个男人进去了。这个下贱的毒妇，我儿子刚回府，他就做出这下贱之事。走，我倒要看看这次他还怎么狡辩。夫人已经服药睡觉了，将军。这就是你说的服了药刚睡醒？我倒要看看他服的什么药。将军，这里面一定还有什么其他的污鬼。滚开！本将军今日就要把这荡妇和奸夫给抓起来。将军饶命啊！将军饶命啊！将军，陆宁安，你这个不要脸的荡妇！我儿刚从战场九死一生回来，你……哎，母亲、夫君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陆宁安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啊？林姨娘，怎么是你呀？陆宁安，你这个贱人，你算计我！你和这马夫，你们……将军，你要替我做主啊！陆宁安，算计我，都是你害的我，你不得好死！林姨娘，你自己行为不端，脏了我的屋子还攀污我，难不成是我逼你与人私通的？将军，你不能相信他，都是他害了我呀！将军，好你个陆宁安，想不到你竟如此歹毒！婉儿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你竟如此设计害他！证据确凿，这脏水都能泼我头上。既如此，翠儿，跟我去衙门报案申冤。哎呀，府里既无公道，那就请官家还我一个公道。你敢？那就看将军敢不敢。我国公府的名声不是谁都能贪污的。哎呀，你们夫妻好好说话呀，好好说话。这陆宁安再可恶，只要在眼皮子底下，总有办法收拾。倒是国公府这条肥鱼，绝不能丢了。雪豹，看在母亲的面子上，我且听你分辨一二。婉儿在你的房间中出事，你要如何解释？这话该我问吧。林姨娘为何半夜不在自己院里，而在我房中？我……该死的陆宁安！我本想来看热闹，没想到刚到门口就被敲晕了。他不说，你说。记住，老实交代，才是你唯一的活路。夫人，是林姨娘，舒夫人找我有事，我才来到院子，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夫人的房间。啊，是他勾引的我，他说我强壮有力，夫人饶命，夫人饶命！你给我闭嘴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，打死！慢着，听这个人说，他似乎是中了迷药所致。正好，国公府今天请来了府医，翠儿，叫刘大夫来看看。是，小姐。难不成如此丑事，你还想闹得人尽皆知吗？此事事关我和林姨娘清白，还请婆母和夫君明察，否则我就去报官，上大理寺查个明白。回老夫人的话，此二人中了迷香，此香迷人心智，能达到催情的效果。夫人，我刚回来路上，
撞见了老夫人院里的春桃，正偷偷摸摸的想逃出府去，奴婢便擅作主张的把她给带回来了，并且还在她身上搜出了这个东西。老夫人救我！不错，是此香无疑了。翠儿，春桃谋害主母，去大理寺报案，罪无可恕。是。至于林姨娘，就交给将军处置。既然婉儿是蒙冤受害，那不如就送去慈云庵剃发修行，一来可保全林姨娘清誉，二来也可不叫将军府落得苛待救命恩人的名声。陆宁安，我也是为了将军着想，难不成将军想被人揣测？林姨娘与人有私，将军被人戴了绿帽，还能忍下吗？你休想赶我走！你这个贱人，我要杀了你！娘，爹！够了！就按夫人说的做。春桃害主，其罪当诛，和这个奸夫一并拖去乱葬岗，打死废狗。至于林氏，送去慈云庵带发修行。陆宁安，你早知我要对付你，今日之事，你故意陷害，是又如何？你当真以为你做的事我不知道吗？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谁？陆小姐，是我。玉华，哎，你中了迷香，这是晕丹，你先服下，可明神醒智。多谢。这一切都是谢老夫人设计害你。我早就知道，他谢府上下蛇鼠一窝，没成想竟歹毒至此。为了侵占家产，他们竟找来马奴来玷污你的清白。陆小姐，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？可需要本王帮你告知圣上？不，将计就计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陆宁安，将军心里根本就没有你，他迟早会休了你，因我尽力。林氏，你到现在还看不明白吗？谢云望他心里只有他自己。你放心，我很快就会送你们一家三口地下滚去。将军，老夫人，格尔年纪尚小，身子又弱，今日受了惊吓，还高烧不退，恐怕什么？恐怕醒来之后脑子不中用了。你说什么？晨儿是我谢家的独苗，都是陆宁安这个贱人害的，他的心可真狠呐，连个孩子都不放过。
老夫人，将军，夫人上了誉王的马车，我看得真真的。什么？他居然和誉王勾搭在一起了？这个娼妇，她欺负我谢家无人了吗？既然他敢背叛我，那就别装无情了。誉王殿下，为何来此？本王10年前上元夜，曾遇到一个小姑娘。当时本王母妃心丧，只能任人欺负。有个小姑娘却站出来为我出头，只可惜宫中事变，我被送去边塞。等我再回来，她已经嫁人。等你长大了，就拿着玉佩来找我。小心！誉王，誉王！将军，事儿成了，人已经带去醉香楼了。好，这次抓到这个贱人现行，不信没有理由休了他。到时候，国公府的财产也是我的。赶紧备车。好。小姐不必如此，这点伤不算什么，你快回府上。若是被人撞见，对你清誉有损。我早就不在乎什么清誉了，况且是我连累了你，若非救我，我怎能袖手旁观？至于谢云望，我已经找到解决的办法了。将军在找什么？你的奸夫呢？这话我应该问将军啊。宁安，夫君，现在应该很痒吧？此药虽不会要人性命，但却会让人奇痒难耐。宁安，这个毒妇！既然杀害我的事是夫君一手促成，那我便废了这双手。解药，快给我解药！这便恼了，你们算计我的时候，可比这毒药狠毒100倍、1000倍。陆宁安，本将是你的丈夫，赶紧把解药给我，否则如何？莫不是将军要休了我？本将迟早休了你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林婉儿根本就不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而是我谢云望的女人。谢子辰，她是我的血脉，而你不过是我的垫脚石。你害怕了吧？现在你只要把婉儿放了，然后让你陆家给子辰助力，你再给我跪下，磕几个响头，我就可以把从前的事情当做一笔勾销。一笔勾销？难不成将军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吗？叫覆水难收啊！谢云望，你薄情寡义，为了谋取我陆家家产，竟不惜谋害我性命。陆宁安，你给我闭嘴！你简直就是满口胡言！我陆宁安在此起誓，若有一次谎言，便叫将军府突遭横祸，男子为奴，女子为娼。你给我住口！永生永世，不得翻身！你放肆！谢将军，真是好大的威风！天子脚下，竟敢出手伤人，是不把王法放在眼里了吗？是他陆宁安不守妇道，
出口诋毁我谢家！谢将军怕是忘了，他自己也是谢家人。自己薄情寡义，还敢拿休亲威胁人？你倒是羞啊！我活这么大，还没见过像你这样的人。什么狗屁将军，仗着几个军功就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了吗？打死负心汉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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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想干什么？我可是朝廷命官，你们跟我！今日只是有百姓见证，不日便会告到御史台。届时无论你想休夫还是和离，都不会有人敢议论你半分。小姐，你要不也去踢一脚？这也太解气了。这就解气了，还有更解气的。誉王，干嘛这么看着我？本王是在想，若今后能看到小姐如此，本王就心满意足了。按照单子，把小姐的东西都搬出去。是。陆宁安，你这个不孝的东西！陆宁安，你这个娼妇！你看哪家媳妇儿敢撬婆母的库房，奔婆母的嫁妆？拦着她，别让她进我的库房！陆宁安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把将军府已经闹得如此不堪，你还想如何？将军，奴婢只是奉命行事。你给我闭嘴！陆宁安，你反了不成？竟然为了一个下人，打本将军的脸！打你又如何？翠儿是我的陪嫁，你打她的脸，如同打我的脸。难道将军不该受这一巴掌？信不信我？你敢！陆宁安，我告诉你，你不就是想和离吗？做梦！你死了这条心吧。想要离开将军府，除非你死，但只要你一日不死，这将军府我就是福冈。谢云望，谁给你的胆子？我女儿如此说话。岳父。岳父，你也配这样叫我一声？今日老夫在此，当着誉王殿下和御史大人的面，便将这账算个明白。誉王殿下，这老夫人的私库中有90%乃是小姐嫁妆和提及首饰。谢老夫人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她就嫁入我谢家，我母亲作为她的婆母，替她掌管，有何错处？保管？你当我们国公府的人都是瞎子不成？我妹妹这些年补贴你们谢家，你还要拿她的私产去典当，这就是你所说的保管吗？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哼，她就是死，也是我谢家的鬼。连儿媳妇的首饰都贪污，难不成老夫人你还想再嫁一次吗？你给我闭嘴！你个没教养的东西，你个丫鬟就敢顶嘴！哼，我知道，你们就是仗着官高一级，还有誉王，你竟然帮他，就是有私心。私心？这天底下谁没有私心？你们谢府上下不顾廉耻，只为自己的一点私心，恨不得食人血啃人骨。你们还有什么脸面指责别人？陆宁安，不许你这么羞辱谢家！
是你自己羞辱你自己。我自嫁入谢府以来，上孝公婆，下执钟馗。我陆宁安，此人问心无愧。婆母，你不是总说待夫君归来就会还账吗？现在既然将军已经归来，这账也该平了。霸占私产、买凶杀人、构陷通奸、行刺欲网，这些罪状一条条，我们今日算清楚。荒唐！叶族长，此事我是上报给朝廷，还是你族中商议？今日必须给我一个说法。我们谢家竟有如此恶妇，想要败落，谈何难？你是当我们谢家的家规如无物吗？御史大人，您放心，我们绝不姑息。你们都是串通好的，想害我！母亲，陆宁安，这是家事，我们可以好好商量。你不就是想和离吗？我答应你。用不着你答应，我陆家世代尽忠，还不至于连一卷休书都替女儿要不来。陆宁安，你当真要这么无情吗？我与谢府早已缘尽，就当这些年我为了一群养不熟的白眼狼。今时今日，你和谢老夫人从我嫁妆里拿走一个铜板，必究到底。族长，欠的钱我们会还上，只是我母亲大人年岁已高，她……云望，你母亲她雇凶杀人，刺杀皇祖，贪污复利，不诛灭九族，这事逐出家门，算是她保住了一条命了。你凭什么把我赶出去？就凭你败坏门风，私德有愧，族中也不会再留你。我谢家除了你这样的一个媳妇，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呀！今日我替你亡夫做主，休了你这个败坏门风的妇人。你敢休我？我可是有诰命在身，你休我试试？哼！你这个贱人，竟敢把自己的婆母赶出家门，让我无家可归！你别忘了，这诰命还是我求来的。我既能捧起你，也能将你踩到脚底。我可是8抬大轿抬进谢府的正头娘子，你敢休我，我就是不走！我不走，不走，我不走，我就是不走！按照本朝律法，李氏失礼在前，弃福纲、背妻道，应由最高执法者商议休除或者惩戒。谢族长替兄休妻，天经地义。我不走，我不走！宁安，你是非要逼死我母亲不成？是。不仅是你，还有你母亲。当时你和你母亲买凶杀我，辱我清白时，就应该想到今日的结果。这一切都是你们的报应。走吧。不去此妇，则家不宁。来人，把李氏逐出谢府，送去大理寺问审。不能走！母亲，拉下去！我不能走！我不能走！我不能走！谢老夫人被休后，将军府一落千丈，谢家母子沿街行乞，遭
世人唾弃。